时间飞逝啊，第一次聊黑神话悟空的1:6产品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了啊。当然，除了天命人以外，期间我们也有聊过，就黑猴的这个系列啊，还是有很多值得做成玩具的产品的。乐子是小情儿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玩牌围棋。今天呢，咱们就一起分享一下黑神话悟空1:6的新角色，由 InArt 出品的八戒。包装部分其实不必多说啊，系列一贯的纯黑色，只不过这个亮面的花纹呢是用了9齿钉耙的一个造型，风格上呢很简约，整体呢方方正正的不算高，但还是有一定的厚度。内包部分这个插画呢采用这个游戏中的过场，说明书保修卡同样采用了一个这种文牒的形式。在正式聊这款产品之前，一定要说的是，就黑神话悟空原本游戏中猪八戒这样一个2次的创作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呢，它保持了原设中野猪的这样一个形象啊，不是那种白白胖胖的那种家猪，像满脸的鬃毛啊、獠牙呀，以及这个猪蹄，包括这个3指的手型，都保持了它那种富有妖气或者说狂野的一个形象。然后呢，就是用了一个 Q 版的造型，让整个角色更加可爱和鲜活了起来啊，非常的讨喜，也更加适合在游戏中成为一个伙伴的形象一路跟随。但也因为在游戏中视角的一个原因啊，我个人总觉得八戒好像是超级小的一只，但实际上呢，它体型和天命人去对比的话，也是在这个一半或者说腰部以上。这个产品拿在手中的话，我觉得大家会有个更加直观的感受。回到玩具本身的话，这次的造型来讲，我个人觉得是很还原游戏中八戒的形象的，整体色调的把控上旧脏的那种感觉，布衣服装的做旧是比较出彩的。一方面呢，是表面色彩这种脏污的涂装效果做的比较自然，没有那种后期涂抹的感觉。再一个呢，在结构上，包括一些补丁啊，还有它下摆这里破碎抽丝的样子也有呈现出来。腰部以及下摆这里啊，也都有一个仿皮质的这种刻画，整体啊，我觉得都不错。可以说外表这个布衣就奠定了这个人偶整体的一个色彩或者说基调。然后呢，头雕部分这个面部的毛发其实也做出了多段的结构，有大概3到4个分层。这个你从正面去看的话，立体感很强，表现出它打绺啊、炸起来或者说飘起来的那个细节效果的。支棱起来的毛发啊，实际都是软胶材质，这个尾端的精度在这样的材质下，我个人觉得挺不错的。滋出来的牙齿2根獠牙同样是一个软胶啊，把玩的时候不用担心这个地方折断。鼻头的刻画、外表的皮纹以及这个光亮的效果，真实的感觉还是很强的。整体这个头的话，涂装效果以及精度来讲，第一观感我个人觉得呈现都是不错的。然后呢，再去把玩的话啊，实际你可以发现它的连接方式和以往1/2的头雕都是相似的。采用了一个这种圆柱形的连接结构，自然呢内部也可以有一个可动眼调节。这里的话，因为它有一个很长的嘴在其中啊，在调节可动眼的时候，多少会有点抠手，搭配了一个调节的拨杆，操作的时候可以使用。也因为它是一个猪头这种造型啊，它这个眼间距其实是比较大的，适当去找一个好的位置，以免这个眼神过于呆滞。然后呢，嘴的部分也是可以上下开合，口腔的刻画以及牙齿的刻画还是很自然的，有点黄那种脏的感觉啊，和它外观这个獠牙的颜色是一致的。然后除去头雕的话，就是它大面积裸露的这个皮肤、前胸、肚皮、手型以及这个猪蹄的部分啊，整个皮肤的刻画从涂装从精度，我自己觉得都是比较满意的。首先前胸有这样一个毛发的延伸，除了毛发以外，就是2个猪咪啊，这个刻画的还是挺精致的啊，说实话。再往下就是很圆滑很鼓的这个肚皮，表面这个皮纹效果其实做出了游戏中那种粗糙感，而且呢带点还是脏的那种效果的。
手型和这个猪蹄也都是有很棒的一个刻画啊。先看手的话，这次除了本体所带的，额外还有6枚啊，每一只在皮纹的刻画以及血管刻画都做得很精致。包括它那个皮肤拉扯拉伸的感觉啊，还有就是3只黑色的指甲比较锐利，但这里也是软胶材质啊，玩的时候不用担心。这个手的部分啊，玩游戏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因为火焰山的时候它不是变化吗？这摸到之后自己又现一下原形，那个镜头切过去，感觉还是让人有点不适的啊。这个手型会把那种妖化的感觉有做出来。手型以外，我最喜欢其实它这个脚部猪蹄儿的一个刻画啊。这2只造型上没啥好说，就是2个猪蹄儿，但你看着绝对不会有啥食欲。一方面这个指甲很长，再一个呢很脏啊，皮肤很粗糙，踩在泥里或者汤土啊那种脏脏的一个猪蹄儿。这里也一定要说的是，因为它猪蹄儿这样一个特殊的造型，所以本体在站立的时候啊，一定要调整好它的姿态。平时如果长时间去摆放的话，建议大家搭配一下这个地台，才能有个更稳定的效果。地台部分整体就是围绕着盘丝洞这一章节与猪八戒对战的那个场景所设计的，一半是岩石以及这个小石亭的一个组合。小亭的这里是单独的分件啊，精度还是比较高。前方的话就是泥浆和八戒化身的这个鱼组合在了一起，中心部分小的碎岩抠起来的话，可以安插这样一个金属的支架，旁边有旋钮去调节高度。这个八戒直接摆上去的话，站的还是很稳定的。回到这个主体部分，虽然说1:6的产品更加注重静态的展示，猪八戒本身呢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造型，个人呢对于可动的话是没有什么要求的。但是这款产品其实也是尽可能的做出了一定的呈现。首先这个头部的话，前后的俯仰、抬头、低头，这个角度都 OK。胸腹部的话，2段的关节啊，一个是上胸部分，这里除了左右呢，上下也可以活动。不过呢，抬起来的话啊，这里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缝隙，自己还是更喜欢让它贴合一点进行展示。腹部底端，同样可以左右旋转。手臂部分这个没什么多说的啊，上抬、平举。这个衣袖因为都是布衣的结构啊，所以基本不会有什么干涉。腿的话，因为就是一个小短腿啊，所以不会有特殊很大的一个幅度吧。搭配这个地台的话，也能做出一个小的这种坐姿。然后在其他配件方面，首先定颜珠涂装以及精度都不错啊，3层这个小揪揪的递进，珠子本身也有类似于翡翠的那种通透的效果。然后呢，很线索性的这个道具啊，就是照古镜，这个精度很高啊，尤其背面的效果呈现是很不错的。里面这个线条纹理以及边缘部分，类似于祥云，这种飘荡的这个尾巴啊，都有做出很精致的刻画。镜面本身呢，做了一个那种很旧的那种铜镜的效果，当然这里就无法呈现倒影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定是武器9齿钉耙这个部分啊，拿在手中第一个感觉还是非常的精致。先看耙子本体上面这些浮雕啊，两侧的这个龙以及中心类似于佛头的刻画都有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然后是杆子部分，龙首过渡的一个连接，表面的纹理都是很精细的一个体现。这个相比于之前金箍棒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整体是塑料的材质，带有一定韧性，不过把玩的时候也不要太过于暴力。总结一下，我个人觉得八戒在游戏中的设计或者设定肯定没有天命人那般丰富啊，能够去展现或者说搭配的造型并不算太多。这次这款产品呢，也是基本围绕着它的一些比较关键性的道具都做了一一的呈现。整体质感、形象还有还原度来讲，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本体的话，外观的这个小的布衣，比较浓重的作用效果，很立体感的鬃毛的刻画，可动眼以及可开合的这个嘴部的机构，还有呢，我最喜欢的就是皮肤细节精致的展现。配件方面呢，
从这个镜子到耙子，还有这个比较大的场景地台，相比于之前黑神话系的产品都有一个提升，尤其是武器配件以这个镜子精细的程度来讲，经得起用这种很大倍率的镜头近距离的去拍摄，效果也是很棒的。结合地台主体以及这个耙子摆放到一起，会有一个小的那种场景感，蛮好的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冰人玩家啊，对于游戏玩家来讲，也会是一个不错的收藏啊。你可以与这个大圣套装进行一个搭配。后续的话，围绕着黑神话悟空这个系列，肯定还有更多的角色能够出现啊。正面角色以外，相对站在对立面的那些反面的角色，也可以再用1:6的形式做一个刻画。二郎神呢，还有一些有趣的一些 BOSS 不同体积、不同体型摆放到一起，我觉得也是一个乐趣所在。希望这个1:6线能够越做越好啊。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